那有掉色了头发。元宵节快乐，各位！没吃汤圆，家里没有汤圆给我吃。不开美颜，没开美颜。大眼和瘦脸效果是0，磨皮稍微磨了磨，这皮肤最近老化妆不太好，磨个皮总可以吧，是吧？美白的话也没开，我本来就白，没什么白啊，再白下去看不见了，头发掉色了都，过两天又要染了。大头不在。怎么突然来了？这是个有故事的。因为我刚下午打完篮球，我刚没有下午，6点7点的时候跟修套路打篮球，打完篮球以后，我就说来我家一起吃点饭，我买了一点肉，买了一点牛肉，买了一点五花肉，黑猪肉，然后吃了1个小时，我给他烤啊，我给他弄啊，一起吃了点东西，吃完了以后，他就回去了嘛。回去了以后，我就跟我爸视频，我无聊嘛，我跟我爸视频，他问我在干嘛，我说等我表哥，我表哥现在在我家和我妈打麻将，我要等他回去才能跟他打游戏嘛，所以我现在就空白期我就跟我爸视频跟他聊天，跟他聊着聊着，他问我最近为什么不发泡泡，我说最近太忙了，然后他说那你什么时候直个播啊？我说哎，等空一点直播吧。他说你现在不就有空吗？哦对哦，然后就开了。然后我爸头也不回，直接挂了视频。他可能现在在看我直播。怎么可能失踪啊？正怪要什么时候出啊？总会出的。再等一等。为什么都说我发际线高？我发际线很高嘛，的确有点高，但这个不是我秃，不是我掉发。这个呢，我爸妈刷微博的时候也看，他们让我解释一下，说这是家族遗传，我们天生就是大额头，我们天生脑门就高，不是
不是秃了，而是这是我们天生的，天生我们的这个额头啊就比较大一点。每次跟他们视频，他们都跟我说，让我赶紧出来说一说，说我不是秃头了。怎么这么糊啊？上次生日的时候，去年生日直播的时候，直播完被我爸骂了一顿。为什么骂我？他说你直播，你能不能就是看上去状态好一点，一看就是刚醒来的，头发也油不拉几的，能不能像一个正经的艺人？我说好。所以我洗完头，刚没有洗头啊，昨天晚上洗头，所以到现在头发并不油，然后还刮了刮胡子，所以现在至少还算能看得下去啊。镜头很糊，对哦，为什么镜头会这么糊啊？什么叫我竟然有胡子？我有胡子很正常啊，太油了，我这头发多不油啊，毫无营养，一群枯草。问我有没有腿毛？腿毛肯定有。今天视频直播，跟你们聊到电竞潜水艇回家。一会儿我要上班，等他到家了，我就要打游戏去了。抬头纹我一直都有啊。为什么会这么糊啊？我刚跟我爸视频的时候都没这么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而且电竞皮划艇，那个电竞皮划艇是因为虎牙的时候他为了跟我们玩，我让他在那个就是我们玩虎牙的时候，我们平时玩吃鸡是关联微信的嘛，他那个是关联 QQ 的，所以他特意又去做了一个号。哎呦，那不是暴露他在微信的号了吗？没事，让他换一个就可以。哇，现在还有人问我怎么进 SM 当练习生的，这个说过很多次了吧？就在15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找到我妈好像，然后我妈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是什么公司，然后我妈觉得还是以学业为重，然后就差点推掉了。然后后来来电话了嘛，我妈肯定会跟我爸说一下嘛。然后我爸知道，然后就说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去试一试，然后就去了。电竞皮划艇今晚当然得回家了，当然要陪我打游戏了，是不是？跳伞后续啊，还想再去跳，太好玩了，一点都不恐怖。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因为蹦极的时候我蹦过3次极，每次都很爽，
但是蹦极它和坐过山车有一样的感觉，就是你在下落的过程中，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生理上的不适，就是那心脏感觉被吊起来了一样，就很难受嘛，失重的感觉，特别特别难受。所以我在想，哇，我蹦极50米，50米就这么一点时间，一下子能这么难受，那我3300米我要感受1分钟左右，哎，不到1分钟，但差不多1分钟左右这种感觉，那我不得难受死？但我本来就挺享受这种感觉，但还是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去跳了的时候，完全没有，除了爽，没有。我问他，我跟那个教练，我们在飞下来的过程中，我跟他聊天，我跟他在飞下来的过程中跟他聊天，他问我你没事吗？我说我一点事都没有，我说好爽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为了跳伞，我练了好多次蹦极，为了适应跳伞。然后，但我就以为跳伞哇得多爽，你这样跳下来要这么久的这种一直坠落的感觉，得难受死。但我毕竟喜欢难受，那可以接受，但还是会有点紧张嘛。然后没想到一点都没有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因为高度实在是太高了，你就算你掉了很多，你已经掉下来了3300米嘛，你已经掉下来了500米，你还有2000多米可以给你掉，所以你掉了，就算你掉了很多，你也感觉不到掉了很多，你也感觉不到掉了，因为你掉了这么多，你还是这么高，所以反而感觉不到可能。然后那速度真的超快，我感觉脸都要撕裂了。但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可怕，真的特别爽。跳下去之前真的就跳下去之前也爽，跳下去以后也爽，落地了以后也爽，觉得自己哇这么牛。但我的确有点奇怪，就是蹦极的时候，你跳下去那个感觉很难受，但就很爽，很就怎么说呢，很享受于那种感觉。但是跳伞的时候反而没有那样的感觉，只有爽，只有快速就一直吹着风，然后疯狂往下掉，掉了一大堆，还是觉得自己好高，而且你能看到那个风景，真的太美了。合格代言人，但我真的不是为了表现出一副我是合格代言人，或者说为了就故意在这种公共场合，就是能被大家看到的场合穿这个，我是真的每天都穿这个，真的每天都穿这个。然后因为我不买衣服，你都有代言了，他们你每个季度都会送你那么多衣服，不穿多浪费，买名牌干嘛？浪费钱是吧？有衣服穿不穿？啊，那个迪奥的是前面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不是我买的。他送我当然要穿啊。他送我了以后，因为一直都是练习嘛，不舍得穿。他还说，因为前头送我的裤子啊，还有马尔克送我的那件外套我都穿过了，就他送我的那件卫衣没穿。他还难过，他说为什么不穿我送你的？我说好，明天穿，然后就每天都穿了，因为懒得换。哎呦，头发又卷了，
拉直的白拉了。擦了镜头了，擦了也没用啊，就这样吧，凑合凑合。好，问问他是不是？他说10点就走，现在10点18分，那大概还能再跟你们聊个20分钟。为什么会问我跟前面尴不尴尬？我为什么会感到尴尬？以后会去滑雪，滑过啊，摔死，差点没把自己摔死，真的，每次滑都会飞出去，然后飞了一会儿，回到地面，滚个几圈。摔了自己一身血，然后继续滑，然后滑着滑着又飞出去，然后又滚，还好在那边都是戴着口罩、戴着面具啊、戴着头盔啊，别人认不出来，丢脸就丢脸了，算了，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是吧？滑冰，小时候就滑过冰啊。我瘦了吗？那最好。想看大头看不了，大头不在家。今天来泡泡吗？都来微博直播了，泡泡就不去了，是不是？一会儿还要上班呢，我就晚上上班，白天的时候太忙了。我的晚上的上班是我的治愈时间。但这2天还算好，这2天没有太忙，前2天真的太忙。一会儿的上班，晚上的上班是打游戏，和电竞什么艇。18号直播打游戏，期待最近有进步。我现在虎牙还是打吃鸡是吧？我吃鸡最近好久都没打了，肯定退步了。完了，我爸在看我直播，看我这样揉眼睛，他又要说我了，因为他最讨厌我揉眼睛，但我就是喜欢揉眼睛，他现在也说不了我。我现在边笑，我边在那边抖腿。你们看上去是静止的，只有我知道我是动态，我在那抖腿，在那嘚瑟。骂2句就骂2句，反正要打也打不到这么远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想唱我们的新歌，怎么办？忍住吧，
忍一忍。唱一小段，但我上次签售的时候唱了，那个人竟然没有发上网，我都觉得好神奇，我都是做好他一定会传到网上的觉悟唱的。真好，真守规则，点赞。这么自觉，有时候不需要这么自觉的。其实我还挺期待，我本来挺期待他传到网上，听听自己唱的怎么样的。没想到大家这么听话，很棒。北极星是什么？北极星能是什么？是吧？但我可以跟你们说，北极星不是这次的那个，不是主打，只是机上唱过了，他没这个胆子，你不用骗我。Mark 在哪里啊？Mark 他刚在工作，我跟他在聊《老友记》的事情。我说我刚自己在看《老友记》，我看到那个 Rachel 和 Ross 他们的那个故事，让我感觉好浓슬퍼。然后跟他说着，他跟我说他感觉他要结束了。我说那你干嘛跟我说？哎，你刚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没有，不是我卡了，我是调到我跟他聊天的画面，我去看我跟他聊啥了。啊，听不到呀。啊，调走了，听不到啊。但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，我经常调走自己刷微博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跟他边说话边看看别的东西可以。原来这个不是哦，没有他，我跟他聊老友这个事情，聊着，他就说他感觉他快要结束了。我说哦，我说你要结束了，所以呢你要干嘛？他不干嘛。我说哦不干嘛，那你干嘛跟我说？我还以为你要找我打篮球呢，或者来我这儿吃点东西啊，所以他是跟我说要结束了，你什么屁事儿没有？跟我说干嘛？没关系。然后我说那你干嘛跟我说？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我了，看都没看。唉，蹦极视频我不是发过了吗？跳伞视频没发出来，那过程这发际线有点惊到我了，实话说，所以我没有发，不想发。啊，原来微博直播的时候调走，它是连声音都听不到的，好可惜哦。本来想是直播着无聊了，因为我只能看自己的脸，还有看你们的弹幕。如果弹幕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本来想边跟你们说边刷今日头条，或者刷库里的视频什么的。
哎，换个设备操作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现在不会戴的是假发，这真头发呀，怎么可能是假发呀？你看真头发，使劲拽都拽不下来，拽了就秃了。不眨眼啊？为什么眨眼？也有可能是我习惯了。把头发撩上去，把头发撩上去怎么了？哎呦，不敢，我自己不敢了。对，真的很高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我没有秃，我也没有脱发，为什么就会这么高呢？这是天生的啊！我为我有我的高额头、大脑门儿感到自豪，没有什么好害羞的。等一下，我问我表哥到家没？哎，果然，电脑连微信就方便。哎呀，秒回！我的天，在路上。他在看我直播，他说我们一家都是大脑门儿。我可以做你表妹吗？不可以，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对不起。对，大脑门聪明，脑头大，但不能说大脑门聪明，只能说，就是头大的话，聪明的几率就比较高，不能说头大就是聪明。你看机上，就头大的话，聪明的可能性就会高，不代表他肯定聪明。你看他做个杯子，做个杯子，底下有个孔，他做了一个花盆出来。他送我的那个他筷子和勺子也送给我了。本来有一段时间，本来有他送我了以后，我说我一定会拿你送我的筷子和勺子吃一顿饭。我跟他说我一定会用，然后的确过了几天以后，点了一个饭，还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忘了。反正我要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拿出了他送我的筷子，洗了洗，准备吃。刚准备吃的时候，就用不下去，就感觉难受，就感觉用不下去，只能当做一个收藏品，没有办法去使用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用不下去。对，然后就没用。后来去洗这个筷子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这么脆，两根筷子一根被我掰断了，所以现在只剩一根了。所以那一根只能平时用来调酒的话调一调，
或者做什么喝的时候拿来调一调，没有办法用来干别的了。但机上说他笨当然是开玩笑的了，他虽然的确笨手笨脚是正常的，我也笨手笨脚，但是他的思想，他的思维还是比较，还是聪明的，还是一个很，他还是他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了，对。计算知道我弄坏了吗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哎，我忘了，我跟他说过吗？我不记得了。然后我昨天看了看那个 Dream 的，我们之前 Dream 拍的就是自制小综艺这样的东西嘛，里面就是我们玩那个，就是研究所，我们都是科学家，然后要找那个 Mark 和基桑不是那个坏人嘛，然后我们当中过任务的那个东西，我昨天看了看，哎呦。Mark 他如果是假装想做好人，然后真的努力去做了，我觉得 Mark 是坏人，真的是拯救了他。如果他是好人，去做那个任务，结果还做成这样的话，我感觉我会控制不住自己。还好他是坏人，这样。不管他是装的还是他真的这样，还好他是坏人，所以不管他是真的还是装的，我们都会，可来，应该是装的，为了毁坏我们的任务嘛。对，如果，算了。但的确，你看，但 Mark 他还是有很多的大智慧，还是很聪明的，活得很聪明，然后在艺术领域也非常的厉害，他的那首《Child》也做的真的很好，歌词写的也特别好，所以生活中笨手笨脚是没关系的，对。做菜不会做菜很正常，不是所有人都会做菜的。我们的 Mark 已经很棒了。最近做菜了吗？刚刚烤肉就是我烤的，我特意去肉店买的肉烤的，我没有点那种烤完的肉过来，否则不好吃啊那个。然后今天白天做了一碗阳春面。我和马尔克打篮球谁会赢啊？每天都不一样，就看谁手感好。5-5开吧就。但修特鲁是打不过我的，今天跟我打了打。修特鲁没有洗碗，我不用，不是我没让他洗碗，不是因为我太善良没让他洗碗，是因为我用的都是一次性餐具，为了不洗碗，我十分抱歉，我会反省。我们要为了这个世界节省资源，不要用这种塑料的东西，所以该洗还是得洗，该用自己家里的餐具，不要用这种一次性的东西。我们要保护环境，要环保，知不知道？不要学我这样，不要因为懒而伤害到这个世界。
我现在非常反省自己，不能这么做，这么做是不对的。用这么多一次性玩，对这个世界是多大的伤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以后再也不用一次性玩筷，让 Mark 来帮我洗碗，让 Mark 来帮我洗碗。这样的话，我又懒到了，又没有伤害到我们的环境，对我还有这个世界都是双赢。只是让 Mark 稍微累了一点，但我都给 Mark 做菜了，他不应该帮我洗个碗吗？我都给他做了一顿这么好的餐，这么多好吃的菜，我邀请他到我家来玩，我给他做菜，我陪他玩，他是应该帮我洗洗碗。哇，竟然没有人说我臭不要脸，好神奇啊！我说着说着，我自己都脸红了。当然不猜拳了，猜拳了的话，我就有洗碗的几率了。要有洗碗的几率，我就有洗碗的可能了。那我就又要用一次性了，那这个对世界不好，对环境不环保。所以我们要是把这个几率变到最低，所以还是我多做菜，多让 Mark 来一起玩一玩，这样对不对？而且 Mark 他那么善良，而且给他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菜，让他补充了这么多能量，总归要用一用。不说这个话题了。我的脸怎么了？长了点痘痘呗。我的朋友来我家，他们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嘛，很多，包括之前电台的朋友，我就我想你想吃什么，跟我说，材料我准备，做我全部帮你做完，你只要管你吃好就可以。但是你只需要洗碗，绝对没问题，保证帮你做。只要愿意洗碗，你想吃什么你就给你吃什么，保证让你觉得好吃。只要你肯洗碗，保证你想吃什么，你保证把你吃到爽。这就是我的原则，因为我喜欢做菜嘛。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为什么不做菜？就是因为第一要洗碗，第二只能自己享受这个美味，没人夸我这个做的好吃，我觉得有点没意思。所以必须要有人来的时候，我给他做饭，我跟他一起吃，我自己也觉得好吃，他也觉得好吃。然后他跟我说：“哇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”我说：“哎呀。”就表面上谦虚的没有了，只是喜欢，但是内心当然是开心的。我知道，我相信大家被夸的时候都是这样的。机上应该也帮我洗过碗吧？洗过。Mark 给我发消息，他说他现在结束了，然后他说我就回家咯。
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回家他干嘛？他不是本来也没准备找我干嘛吗？他问我还在看老友记吗？但我现在回不了消息啊。没事，就当做没看到吧，一会儿再回，或者明天再回，总归会回的。而且一会儿还要打游戏呢，他就算来了，他也只能自己一个人看电视，没办法，不能冷落他，那就让他先别来了。今天，什么叫为什么这么对 Mark？ 你们看到的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一个人，就比如说，我对 Mark 这么好，我对 Mark 真的很好，但我对他做，我对他做了9件好的事情，然后做了1件比较臭不要脸的事情，大家只会记得那1件臭不要脸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平时对他特别臭不要脸，9次我都臭不要脸，但是就最后那1次我对他好了，大家都会记得我对他好的那，因为他会觉得哇，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？所以说，在别人对你9次好的时候，只对你不臭不要脸了1次，你要珍惜他前面9次对你的好。是吧？我对 Mark 不要太好。我昨天那个就是我又送了他一双鞋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鞋，我自己也买了一双，然后我就顺便买了一双他的，所以我们打篮球的时候可以一起穿。我对 Mark 不要太好，只是你们看到的，只是对啊，我还给他做饭，我对他特别特别好，我特别照顾他，只是让他帮我洗个碗而已，对吧？比起我对他的好，洗个碗不算什么。不能只看我让他洗碗，还要再看我对他好的这么多东西里面，只是让他洗了一个碗，你们就会觉得洗了一个碗不怎么样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只告诉你们我让他洗碗，你们只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坏。但其实我还是挺好的，只是好的同时略混入了一丝臭不要脸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我本性对，就像坤哥也是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感觉在推销自己，说自己多好，感觉这样有点不应该用我的嘴来说。用我的嘴来说，你们就会觉得，用我的嘴来说，比起用我的嘴来说，让别人的嘴来说会更好一点。我用我的嘴来说的话，可能会变得更加臭不要脸，所以我就不说了吧。什么时候到家啊？他坤哥没有给我洗过碗。哎，对哦，哎，对，哎，坤哥没有帮我洗碗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没有给他做过菜，因为他之前来我家的时候都是我们点东西吃，没有我帮他做过东西，他没有什么，因为我会做的他也会做，所以没有必要为了吃我做的来到我家，然后吃我做的还要再洗碗。那他自己在家里做了，自己在他的宿舍做了就可以了嘛，是吧？所以他一般要找我的话，我们都是点吃的东西，然后吃饭聊天。
哎，他有没有帮我洗过碗？不记得了，好像有，好像没有，不知道。文俊辉没了，文俊辉来，文俊好像洗过碗，明浩没有，明浩没有来我家吃过饭，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吃的。都有谁来过我家？来过我家的人多了，这怎么说？说到也说不到明天早上，但有没什么好说的呀？这么多人呢。别问了，别问了，谁洗过了，谁洗过了，这有什么重要的？谁来的次数最多？那肯定 Mark 来的最多。我在喝酸奶。啊，我说，他说钟哥什么时候开直播？我还以为你说我什么时候开直播，我现在不就在开啊？你说我爸，他开直播，那还得了？要我爸是爱豆的话，那他的经纪人得多累啊！你就想，不是你就想，就要是他的话，因为他就是老板的我嘛，那他肯定也是各种，他会怎么样？想想，突然好奇，他肯定也会剧透，他觉得好玩，那经纪人不就得气死了？但他会不会注意形象？感觉应该会注意形象。突然想象不到他是艺人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。但真的，我爸就是老板的我感觉。但我的脸是比较遗传我妈，感觉。我爸，我不能说我爸没那么帅，我爸肯定没我帅。我也不能说我有多帅，我也不是那种多帅的类型，只是还可以。但是我爸肯定没我帅。然后我妈，所以我应该我的脸是遗传我妈的。我跟我爸长得不像，我跟我爸长得像的话，我知道我爸肯定在听，所以我故意这么说的。
就每次跟我爸妈视频聊天的时候，先气我妈，然后气完了以后，我爸在旁边嘲笑他，然后在嘲笑的过程中，我就开始气我爸，让他们互相嘲笑，多好玩，是吧？对，要是性格遗传我妈的话，我得多无趣啊！太好玩了。我妈比较怎么说呢？这个开玩笑的水平不是很高，没那么有趣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脸遗传我妈，性格遗传我爸，还算是比较好的。如果反过来的话，那就也 OK，但是没那么好。我不会挨揍的。什么叫怎么感觉我在车里，我在家里？妈妈是钱弄那种类型。差不多。笑死！今天这个直播我得罪了多少人啊 ？Mark、基桑、Channel、我爸、我妈，我想想还能再得罪谁啊？哎，今天没有搞过坤哥，算了，坤哥搞太多了，今天就算了。我表哥让我再播一会儿，他说他要点外卖吃，忍了。任俊我没有搞他，我今天搞过他吗？就是我没有搞过任俊啊，今天。但我觉得这么快已经播了54分钟了，我已经聊了54分钟了，可以啊。其实我还挺想再直播一会儿，但是为什么我感觉我播不下去了呢？因为我好想上厕所，我已经憋了10分钟了。所以我觉得我说不下去，我觉得没法再聊了，感觉我已经撑不住了，我已经撑不住了，所以说之后哪天我跟我爸视频，我爸又让我直播的话，那我再来搞一搞。这2天还好，没有太忙，所以应该还是可以直播几下的，但是也不要期待，因为我就是这么说不定。不跟你们说好什么时候来，万一来不了了呢？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不用期待，别期待，有缘再见，再见。